情与爱，财与名，都像这天上的浮云，转瞬消散无踪。自古以来，唯有权力才是云上的天，千古不朽。这几日有何动静？霓裳，袁绍城那边还没信儿，武幽靖正如我们所想，已经将盐铺的账全部都抹平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武幽靖那边还是没什么行动。幸亏他们把何茂山当成了内奸，没有怀疑到袁绍城头上。可惜这次计划打水漂了。之后怎么和那帮王八羔子斗，咱们还得早做谋划。帝君大闹黑市，惊动了圣上，武幽靖这才不敢轻举妄动。可他插手官员的种种行径，圣上难道真的不知情吗？两味药各有所用，各有其长。若偏用一味，这病人就医不好了。正所谓轻科要急，沉科要补。现在你还不懂，等将来你就会明白的。时隔1年，现在我懂圣上的用意了。哎呀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给我们讲讲。圣上登基不久，恰逢内忧外患，朝局动荡。他要用武幽靖一边牵制李氏，一边用其子武安康震慑边境，这才对他操控官盐之事隐忍不发。可武幽靖不知收敛，笼络朝臣，觊觎东宫之位，甚至利用私盐冒充官盐，这已经触犯了圣上的底线。也就是说，咱们闹这么一出，倒是给了圣上将他治罪的由头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武幽靖还想利用其子的军功来揽获更大的权势。你们觉得圣上会是何意呀？肯定要收拾他呀！不管怎么说，太好了，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放下了。这段日子我们不要再有动作，谁沉得住气，谁就能赢。撤！撤！报！禀陛下，北京大捷！武将军利用空城之计，诱硕丹主力入城，前后突袭，破硕丹20万大军。敌军残兵逼退至莽山以北。硕丹可汗请求休战议和，再立盟约。我们胜了！传旨，犒赏三军，封武安康中永侯，加封10邑千户，速速班师回朝。天威必佑，侯贺圣恩。显儿，你跟朕有多久了？今年是第14年了。这么久了。初见你时瘦瘦小小，人却机灵，侃侃而谈。朕最喜欢听你聊策论了。不过是小儿口无遮拦之谈，
是陛下包容，从无怪罪，还一直教导显儿。陛下与显儿，不仅是君，亦是良师。朕登基以来，便只剩下“夙兴夜寐”4个字。几回寒暑，回望时，身边的人皆离朕远去，每每感怀，便会来到这内室看看先帝，以解烦忧。你看的史书多，你给朕说说。对家字，你有何见解？治家者，往往贤与富不过3代，便出无能昏聩、好逸恶劳者，致使家道中落。朕要治国，也要治家，可治家，并不比治国容易呀。能当个好君主，未必能做得了好父母。朕的儿子们都怕朕，朕也只能让他们怕下去了。圣贤之人，立于最高处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是舍小为大。圣上的难处，他人岂能体会？你明白就好。你父亲康平王心高也没什么，但做事太过。御史案如是，言亦如是。陛下，父亲他也是思虑延续大封国，坐而为之。恳请陛下饶恕父亲。他是朕的侄子，又有你和安康这双好儿女，朕不会为难他。等安康回朝，朕会再行封赏，改康平王为太子少保，保他后半辈子的颜面。臣替父谢主隆恩。保全颜面，太子少保是虚衔，圣上要剥夺我的实权，届时我在圣都就形同幽禁。也许此事还有转机。没有转机，圣上已经下定决心，不会废太子了。我为大封为大方鞠躬尽瘁，我为圣上那个汗马功劳，可他最后还是要换位给雷家。圣上还是念及亲情，想要保全父亲，保全武士。帝王之心，最是无情。圣上已经对为父下手了，又岂容你和康儿继续手握大权？日后李氏继位，我武氏一族恐怕要满门倾覆了。可圣上心意已决，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难不成父亲还敢谋逆我？有何不敢？这实在是得罪不正，恐不被天下信服。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只要有个合适的理由，那就不是谋逆。但圣上手握禁军，
还有牵牛卫、金吾卫，我们能有几成胜算？你的铠甲是献广平将军给你的，御林军左将军献广平，对吧？父亲监视我，不是监视，是保护。就连你秘密制造可以瞬间燃爆的雷火，雷父也知道。有了献广平，我们就可以调动左御林军的兵马。康儿正在率兵回朝，正好里应外合，这是我们唯一有胜算的机会了。一旦康儿被卸掉兵权，那一切就毫无意义了。这献给圣上的礼，可惜了呀。平安，太好了！北京和硕丹，我们打赢了。你都知道了。姑母呢？思轩真人回了王府，他盯着去了。北境一胜，你就这么急着行动，是因为想见袁绍成吧？大战告捷这么大的喜事，当然要庆祝一下。正好可以跟他打探一下朝野的动向，也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行，我去给你老人家报信儿，让他来安道见你。走了。回来。虽然武幽静已经平了严账，但是你还是要设法将我们之前收集的证据给到丽君。只有让他多盯着点康平王，才能少惦记着我。少成，边境打了胜仗，不跟我们举杯相庆，这第一杯酒找谁喝去？还能是谁啊？哦，憋了1个多月，这阵子走路就没像今天这么快过。我看你们也是闲来无事做，不如顺道跟我去趟邙沟，清点年关货物。哎，我得去看看常叔，还得喂黑仔。我先走了。啊，我要给孩子洗尿布，走了。少卿，北境之战，我军大捷，武将军又受封中永侯。康平王想请您到府上一起吃顿家宴相庆。少卿，是有别的事情吗？没有。得知武将军又立新功，我也正准备去王府恭贺康平王。哈。这2位是新来的吧？原来的下人生病了，就找了人来补缺。请。夫人，夫人不是去道观了吗？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有些疲乏，上完香就回来了。啊，夫人既然乏了，赶紧请夫人回房间休息。是。夫人，今日上香之时，是否有送太乙救苦天尊宝诰？夫人，请。袁绍卿，请。报告，救苦。
康平王，听闻武将军捷报，少城特此前来恭贺康平王。不该是你恭贺我，应该是我恭贺你呀。康平王为何要恭贺下官？不是你小子说我身边有内奸吗？你说对了。本王终于知道这个内奸是谁了。谁？何茂山。为什么会是他？他向来对你忠心耿耿。是啊，为什么是他？黄旗和黄义民都是他找来的。市属账册丢失之后，厉俊去了黑市，可他也在黑市。我对他不薄啊，所以我送了他最后一程。可细细想来，他身后还应该另有推手。康平王，事情并非你所想的这样。我给你准备了一杯酒，是你自己喝呢，还是我帮你呢？少卿，康平王赐的酒，请吧。折腾了这么久，叶平安抓不到，康平王查不到，全都是一群废物。别追了！这是康平王用私眼冒充官员牟利的证据。这酒我可以喝，可我不认。你不认？若不是你和叶平安勾结给我布局，我岂能处处都慢他一步？我喜欢有野心之人，可是野心用错了地方，你就是找死。生意本就是你与黄一鸣亲自谈的，账簿之事，我也毫不知情。再说了，从一开始我就不认同与私盐贩打交道，反倒是显儿很积极。难道你的亲女儿也会有问题吗？康平王，让你对我心生猜忌，这正是叶平安的诡计。我本就无家室，无靠山，我能仰仗的只有你。我为何要自掘根基？可是我已经起了疑心，怎么办呢？反正是无用之人，你还是去找何茂山吧。我并非无用之人，我已查到了叶平安的踪迹。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可以证明我的忠心。你就别晃悠了，账册和收据我都已经让手下给厉俊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快申时了。
袁绍成现在没来，肯定是有事耽搁了。我明白，我只是不习惯这么被动。绍兴来信了，他让你去东郊竹林，有事相议。东郊竹林？对。那虽然不远，但为什么突然换地方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哎，好。平安。李成，你在暗处跟着。明白。不可能，少成绝对不会出卖叶平安。等他回来一问，不就全清楚了吗？恐怕少卿暂时回不来了。为什么？难道武幽静要把他关押起来不成？我明白你们的意思，袁绍成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这样做的。他临时赶约在东郊竹林相见，平安就觉得有意，所以才让我跟着的。你跟到了哪儿？他们的人很警觉，我到了南市以后，人就都不见了。那我带人去南市找。等等，南市那么大，你搜到什么时候？刚才门口有人送来了这个。这个画圈的地方就在南市，难道平安被压在那儿？谁送来的？来人没报警示。这有可能是少成想办法传来的消息。早知如此，我就该在城外请张平安符的。袁少卿，走吧。平安符？难道他是想告诉我，叶平安有危险？报，已经抓到叶平安，该如何处置？把他送去丰饶盐铺。是。此处正是我们之前蹲守过的丰饶盐铺。为什么把人带到那里？难道盐铺里有密室？贤儿，他们都是我自幼崇敬之人。显夫人统治岭南诸岛，隋书北史为他立传。平阳昭公主见娘子军，死后以军礼葬。宣太后、冯太后、吕后主政，处理军国大事，独揽大权。他们离天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遥。唯有当今圣上，才真正坐上了龙椅。贤儿，娘错了，娘对不住你。其实你每次上山看我，我都希望你能多留一会儿。为娘太懦弱，为了逃避过往，离开王府，在年幼时就将你抛下，让你无依无靠。母亲，不要再说了。贤儿，你父亲要谋反，我拦不住他，但我可以救你和你的兄长。现在一切都还未发生，你随我进宫，跪求圣上宽恕，圣上不会降重罪于你和康儿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已经来不及了。
母亲，这1个多月以来，贤儿能陪在你身边，已经很满足了。不过当下时局动荡，贤儿觉得你还是回山上的好。毕竟这么多年，你从未下过山，山下的一切，你都不知情。我不会走，你若不去，我便进宫向圣上死谏，祈求他宽恕你。贤儿，我来跟你母亲谈谈。吴有敬，当年你为掩盖颜楼之事，指使海一平炮制御史冤案，如今又愈犯谋逆大罪，你考虑过儿女吗？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吗？事过无悔，只是我亏欠了你。如果可以再来一次，我绝不会让你进宫去为我求情，导致你心中有愧。到现在你还以为我离开你仅仅是心中有愧？夫妻同体，你做出那等丧尽天良之事，我便无罪也是有罪，罪在不能规劝你，罪在继续放任你。只要看到你，我就觉得自己有罪。这么多年，你不愿意下山，不愿意与我做夫妻，何谈同体啊？今日我就成全了你。从今往后，无论我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，再也与你无关。护好夫人，即刻送夫人上山。是。这地底阴冷，光有一身骨气是扛不住冻的。来人，取个火盆来。是。我独步此局已有月余，久闻你善棋艺，却从未与你下过棋。不如我们各下3子，给这棋局做个了断。黑棋看着气势十足，实则凶险。谋事在人，成事更在人。与其说我错了，不如说圣上要传位给李氏，那才是荒谬。气长则寿长。你看起来并不打算给自己留口气。要我说，赌命这种事儿，平安你肯定没少做，所以你应该清楚死而后生的道理。要知道，圣上在登基之前也有过险些被废黜的经历。我留着你，
就是要你亲眼见证我如何登上高位。看来是我赢了，这局棋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了。贤儿啊，你信窥梦之术吗？我都看见了。兄长的性情一向刚直，你对兄长的态度可有十足把握？去年，他得知了御史案真相，虽一时难以接受，可最终还是选择了隐瞒一切，保全武家。今时今日，他更应该明了为父的良苦用心。兄长重情，他定不会弃武家于不顾。你放心，我已经给康儿写了一封家书。稚子莫若父，为父若能得计大同，将来你一定要尽全力辅佐康儿，延续大风盛世。将军，吾儿读此信，一定十分震惊。为父欲登大位，而你手握重兵，届时屯兵城外，凡作乱不服者，亦与为父里应外合。为父大业，功在千秋。若成，大封国祚绵延，吾儿便是后继之人；若败，则居家倾覆。你与为父与武家血肉相连，唇亡齿寒。为父知你人善，也更知你不会眼睁睁见家人遭受屠戮，此剑已离弦而发。为父翘首以盼，与吾儿一同大业攻城。将军，我们打胜仗，等回到圣都，圣上肯定会有重赏。听说还要敕封你为中永侯。将军，你怎么了？重赏，我倒是希望某身一役，战死沙场，这样便可绝了我的忠孝之名。将军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这到底怎么了呀？没什么，我就是累。
显儿，陛下，想什么呢？臣近日总想着年节将至，到时不知会有多热闹。怎么，好玩的性子又上来了？陛下，往年上元节都是有几位重臣作陪，在千秋阁设家宴，这宴席都是老臣办的，没什么新意。今年，臣想毛遂自荐，亲自为陛下筹办千秋宴。那帮老家伙做的玩意儿，朕的确吃腻了。你的奏请准了。谢陛下。谢将军，武圣人，这些日子你们都辛苦了。我们的命都是将军在战场上捡回来的，能为将军效力，是我们的荣幸。简儿，雷火都已经备得差不多了，明天开始可以往外运。是。康平王都已经知道了吧？我父亲想当太子，但我却看出圣上并无易处之意。你想个办法，让他发现那些丝甲和雷火，等他的太子梦破灭之时，他就只能倚仗于我。是。终究，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吕后、窦太后归政不久，家族便被继位者屠戮。圣上既然决心还位于李氏，那武氏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。广平说句大胆的话，比起康平王，我一直认为你更适合做君主。这圣都的天就要变了，县将军，你会和我站在一起吗？广平忠于你，县将军亦忠于你。